为什么那些为富不仁、靠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可以住豪宅、开名车，活到90岁，而那些一辈子宁愿自己吃亏，也要帮助别人的好人，却往往一身是病，命运坎坷？这时候，你的心里一定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对吧？你一定会想问，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因果报应吗？如果好人总是命苦，坏人却能享福，那我们辛辛苦苦坚持做个好人，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各位朋友，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困惑，从古至今，有太多善良的人，因为看不懂这个现象，而对善良这2个字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们从小被教导善有善报，但现实却常常狠狠赏我们一巴掌。当你看到诈骗集团吃香喝辣，看到老实做生意的人面临破产，你心里一定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觉得菩萨偏心，觉得老天爷瞎了眼。很多人因此心灰意冷，把温柔收了起来，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生存法则。这不是你修养不够，而是因为这份极巨大的不公平真的太折磨人了。如果你现在也刚好处于这种迷茫、痛苦，甚至有点愤世嫉俗的状态中，请你先深呼吸，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的善良。在这里，我希望能陪你一起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不会跟你说那些高深莫测的佛学名词，也不会用空洞的大道理来敷衍你。今天我要带你回到2500多年前的古印度，去听一个曾经震惊了整个国家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里有2个人，一个是倾家荡产、舍命救济穷人的大善人，另一个是逼死人不偿命，把钱看得比命还冷的冷血恶霸。他们的结局绝对会打破你对公平这2个字的固有认知。而更重要的是，佛陀当年针对这2个人所说出的一段话，就像是一把智慧的钥匙，将会彻底解开我们凡夫俗子几千年来对于命运不公的死结。今天的内容可能会有点长，因为要把因果的底层逻辑真正讲透，需要一点时间。但我敢向你保证，如果你能耐下心来，给自己泡杯茶，安安静静地把这段内容看完，你对人生的看法将会有一场彻底的翻转。各位朋友，在进入2500多年前那个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前，我想先聊聊为什么我们常觉得这世界一点都不公平。其实不能怪我们，人类早已习惯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模式，总以为因果报应像去便利商店，付了钱立刻就能拿到饮料。潜意识里觉得今天做了好事，明天老天爷就该发奖金，而那个陷害我的小人，明天出门就该被车撞。但现实显然不是这样，坏人依旧吃香喝辣，好人依然默默流泪。是老天爷没长眼吗？都不是，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宇宙最底层的运作逻辑——时间差。佛家常说三世因果，我们凡夫的眼睛往往只盯着今生今世，但生命的真相其实是一条跨越前世、今生与来世的长河。听起来很玄吗？让我用最白话的比喻来说明。请想象宇宙中有一家宇宙业力银行，你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是在存款，每一次作恶都是在提款或欠债。为什么有些作恶多端的坏人却能吃香喝辣？真相是，他就像个挥霍无度的富二代，正在疯狂提领前世存下的庞大定存。可是定存总有花光的一天，等福报透支，就是他瞬间垮台的时候，这叫福尽悲来。反过来说，为什么老实善良的好人却总是吃亏？其实这就像你正在扛一个沉重的房贷，这笔债是你过去生中欠下的，你现在拼命赚来的福报，银行必须先自动扣款拿去还债。你现在觉得两手空空，在佛学上叫消业障，但千万别灰心，
只要坚持善良，房贷总有缴清的一天。到那时，你累积的福报就会像火山爆发般，全数回馈到你身上。因果就像种苹果树，发芽结果需要时间。所以，当你觉得老天爷不公平时，请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不是不公平，只是宇宙的时间差。你现在吃的苦，是在帮自己消业障，你坚持的善良，都在存福报。老天爷一分一毫都没少算，全稳稳存在你的专属账户里。接下来，让我们回到2500多年前的古印度，看看佛陀如何用一个残酷的双城故事揭开因果的终极真相。在著名的修行圣地竹林精舍里，阳光穿透竹叶，现场鸦雀无声。佛陀座前跪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是当地备受敬重、乐善好施的大富翁须达多长者。此刻的他却眼眶泛红，满脸痛苦。他哽咽地向佛陀叩首：“世尊，我心里有个死结。这些年来，我亲眼看过太多好人，宁愿吃亏也要帮人，最后却命运坎坷，甚至年纪轻轻就病死了。”须达多越说越激动，可是您看那些欺压百姓的恶霸，坏事做尽却富贵长寿。世尊，如果善良换来早死，作恶反能享福，这世间还有因果吗？那我们坚持做个好人，到底有什么意义？这番话如震撼弹般炸开，戳中了在场所有人最深、最不敢问的疑惑。佛陀静静地看着须达多，眼神满是慈悲。他温润地开口：“须达多，你的困惑我懂，但善恶的果报并非肉眼所见的这么简单。听完接下来这个故事，也许你心里的结就解开了。”接着，佛陀缓缓道出一段发生在舍卫国的真实历史。城里有2位富商，迦罗与舍耶，他们就像光与影的对比，走出了完全极端的人生。我们先来说这位好人迦罗，他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却毫无娇气，天性仁厚。接手家族企业后，他没拿去买豪宅名车，而是全用来济世救人。他在城外自费盖了一座超级大的布施院，就像现在的免费收容所兼爱心厨房。只要你无家可归，肚子饿，来这里绝对有碗热腾腾的粥可以吃。面对所有来求助的人，他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有天，布施院来了位衣衫褴褛、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游方僧人。迦罗一看，二话不说，亲自跑上前搀扶，不仅帮他安排了最干净的房间，还亲自端上热饭热菜。结果让人意想不到，这位看似破烂的老人竟是位深藏不露的神医。神医不忍看许多穷人因为没钱治病，只能痛苦等死，便主动跟迦罗说：“我留下来帮大家看病吧。”迦罗一听，高兴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立刻砸下重金，盖了大药房，买齐满满的珍贵药材。从此之后，布施院不仅给人饭吃，还成了穷人的救命医院。迦罗甚至跟着神医没日没夜地学习医理，他倾尽家产买药，还到处去拜托其他有钱人一起捐款。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能救一个是一个。这就是善良到了极点的迦罗。画面一转，来看城里的另一个富商舍耶。如果说迦罗是天使，那舍耶就是不折不扣的吸血鬼。他的财富全靠放高利贷，逼迫穷人搜刮而来。谁若还不出钱，他马上派手下拆房抢地，甚至抓对方妻儿当奴隶。不知多少家庭因他而家破人亡。舍耶家里金碧辉煌，但他的心却比冰块还冷。有一年，报应似乎来了。舍耶最疼爱的小儿子突然怪病，命在旦夕，城里的名医全束手无策。舍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听说城外布施院的老神医或许有救，平时看不起行善之人的他，只好咬着牙带着大把黄金前去求医。老神医把脉后开出条件，病能治，
但需要极珍贵的天山雪莲。舍耶二话不说砸天价买来，在神医的细心调养下，儿子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舍耶大喜，拿出一大箱黄金答谢，神医却淡淡一笑，将钱推回。救人是医者本分，你若真想报答，以后多拿点钱去帮助穷人，才是真正的福报。舍耶心里一震，觉得世上怎会有不爱钱的傻瓜，但他回去后依然顾我，继续放高利贷，做他冷血的生意人。各位朋友，故事说到这，善恶已经非常分明。按理说，老天爷接下来该给伽罗一个大大的奖励，然后狠狠惩罚舍耶，对吧？可是现实却残酷的让人心碎。没过多久，舍卫国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整个国家陷入恐慌。伽罗没有逃，他把豪华庄园清空，改成临时医院，不眠不休地亲自熬药，喂到散发恶臭的病人嘴里。可是因为过度劳累，善良的伽罗最终还是被感染了，病情恶化得极快，连老神医也留不住他的命。临终前，他没有抱怨老天不公，只是虚弱地握着神医的手，笑着说：“我这辈子没遗憾了，能救这么多人已是我最大的福报。”说完，伽罗永远闭上了眼睛。那一年，他才35岁，正值壮年。伽罗走的那天，舍卫国百姓哭声震天，无数人跪在街头送行，大家都崩溃了。这么好的一个人，倾家荡产救人，为什么老天爷偏要收走他的命？而那个冷血的舍耶呢？瘟疫一爆发，他连夜带着全家和金银财宝逃到乡下别墅，紧锁大门。等到瘟疫平息了，他才拍拍屁股回到城里。结果他毫发无伤，还趁机低价收购死者的房产，财富直接翻了好几倍。最后，这个冷酷无情、逼死无数人的吸血鬼，享尽荣华富贵，子孙满堂，活到了整整90岁。佛陀把故事讲到这里，整个竹林精舍鸦雀无声。须达多长者的眼泪直接掉了下来，他心里的憋屈与愤怒再也压抑不住，激动得几乎破音：“世尊，这到底是什么道理？伽罗倾尽家财救人，35岁就死了；舍耶残忍无情，却安享90高寿。难道这就是行善的果报？如果这就是因果，世人为何还要坚持善良？这世间根本没有天理啊！”这一声呐喊，喊出了所有人心里最深处的痛。竹林精舍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连呼吸都不敢用力，因为须达多的话真实戳中了所有人的痛点。大家都在等佛陀如何回答这个千古难题。佛陀静静看着满脸泪水的须达多，微微闭上眼，给了大家沉淀情绪的时间。过了一会儿，他缓缓睁眼，目光深邃而慈悲。须达多，你的疑问是世人最普遍的痛。可是，如果我们只用今生今世这短短几十年来衡量因果，就像盲人摸象，只摸到一条腿，就以为是大象的全貌。佛陀的声音不大，却如一道光照进众人心里。因果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贯穿了过去、现在与未来，这就是三世因果。接着，佛陀揭开了两人背后时间差的巨大秘密。佛陀说，先说善良的伽罗，他今生散尽家财救人，绝对有资格长命100岁。他为何35岁就染疫过世？大家屏气凝神，因为伽罗的前世是个心术不正的黑心商人。当地饥荒时，他不但不救人，还囤积粮食，哄抬物价，甚至在灾粮里掺杂发霉的坏谷物，导致无数百姓生病，家破人亡，全场倒抽了一口凉气。他前世赚了黑心钱，却种下了牵连好几辈子的深重恶业。今生他虽投胎成富二代，也幡然悔悟成了大善人。但宇宙银行的账本清清楚楚，
前世欠的命债终究要还，那场带走他生命的瘟疫，正是前世恶业成熟来讨债的结果。佛陀语气变得温柔，可是须达多，别为他难过。迦罗临终前说没有遗憾，因为他今生救的每一条命都没白费。这份庞大的福报不仅帮他还清了沉重的旧债，剩下的功德更将让他来世投生善道，享受无忧无虑的圆满人生。须达多恍然大悟，原来迦罗这辈子的苦是还债，而他的善已为未来铺好了光明大道。那舍耶呢？须达多追问。那个冷血逼死人的恶霸凭什么活到90岁？佛陀轻叹，说出更让人震撼的事实：舍耶的前世是一位非常精进的修行者，一个大恶人的前世竟是修行人，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错，他前世严格持戒，布施穷人，累积了如山高的福报。因为这笔巨大的善业存款，他今生才能出身富贵，长寿安康。可是佛陀话锋一转，无比严肃：舍耶今生被金钱蒙蔽，放高利贷，逼死穷人。他现在享受的每一分钱，每一天寿命，都只是在疯狂提领前世的老本。他这辈子没存进半点新福报，反倒种下无数恶毒的种子。等他今生结束，福报透支归零那一刻，那些逼死人的恶业将全面引爆，他的来世必将堕入痛苦深渊，承受亲手种下的无尽折磨。佛陀环视大家，语重心长地开示：因果如转动的车轮，分毫不差。今生的福或许来自过去的善，今生的恶未来终将自己偿还。世间一切果报并非不公，只是时间还没到。若只看眼前，就觉得好人没好报，那就像夜里看见一颗流星，就以为那是宇宙唯一的光芒，却不知在深邃的宇宙里，无数星辰都有着绝对精准的运行轨道。清风吹过，吹散了众人头顶的乌云。须达多长者深深低头，流下了彻底放下的眼泪。他喃喃自语：原来因果跨越了生生世世，我们现在的遭遇是过去的因，现在的选择决定了未来的命。他恭敬地向佛陀重重磕了一个头，声音无比坚定：世尊，弟子明白了，善恶从未错乱，只是时候未到。我们修行人真正该做的，只管行善，莫问前程，因为因果自有公道。佛陀看着须达多，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这就是2500多年前佛陀为我们解开的因果之谜。各位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那个作恶多端的人还没遭到报应，因为他在吃老本。你现在也明白了，为什么你明明很善良，却还是常常吃亏受苦，因为你正在还债，并且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存下一笔谁也抢不走的巨大福报。既然我们看懂了宇宙这个深层的运作逻辑，那么回到我们现在真实的生活里，当我们再次遇到那些不公平，遇到那些欺负我们的人，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又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累积真正的好运气呢？别急，接下来我将带你把这套佛法的最高智慧完完全全地应用到你的现实生活中。欢迎回到我们现在真实的生活中。刚才我们听完了佛陀讲述的舍卫国双城记，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宇宙间有一个巨大的业力银行，也明白了因果报应存在着时间差。可是我知道，听懂道理是一回事，当事情真正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那种委屈，那种愤怒，还是很难马上放下的。毕竟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的心肉做的，会痛，会不甘心。所以现在让我们把佛陀的智慧照进我们现代人的真实生活里。我们来看看你现在正在经历的那些不公平，到底在宇宙的账本上代表着什么意义。我们来说说职场上
生意场上最常见的情况。假设你是一个非常老老实实做生意的老板，我们叫你老林好了。老林开了一家小工厂，对待员工就像家人一样，从来不拖欠薪水，做出来的产品用的全都是真材实料，宁愿利润少一点，也绝对不偷工减料。可是你的竞争对手呢，心黑手辣，他不仅模仿你的产品，还故意用劣质的材料把价格压低，甚至在外面放黑函，造谣中伤你，偷偷把你辛苦经营多年的老客户全都抢走。结果是什么？那个黑心的竞争对手赚得脑满肠肥，荷包满满，换了新车，买了新房。而老实的老林你呢？工厂面临倒闭，每个月都在为员工的薪水发愁，甚至晚上睡不着觉，必须吃安眠药。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在夜里流着眼泪问老天爷，我这么凭良心做事，为什么落得这个下场？他那么坏，为什么能发大财？各位朋友，如果你是老林，请你回想一下刚才伽罗与舍耶的故事。你现在被别人抢走的生意，被别人骗走的钱，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你确实是吃亏了，你破产了。可是如果从三世因果的高度来看呢？也许在过去的某个时空里，你曾经欠过这个对手一笔巨大的债务，现在老天爷安排这个人出现，用这种看起来很不公平的方式来把这笔账给清算掉。你失去的金钱其实是拿去还债了，你的债务正在快速的减少。而更重要的是，虽然你工厂倒了，但你这辈子坚持不偷工减料，善待员工的这份善良并没有白费。这份庞大的正能量已经全数存进了你的宇宙银行里。等你过去的债务还清了，这笔福报就会在未来，甚至在你的下一代身上开出无比灿烂的花朵。那个抢你生意的黑心对手呢？他就像是那个前世有福报的舍耶，他现在能发财，是因为他前世存了老本。可是他为了赚这笔钱，用了这么多卑劣的手段，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抵押出去了。他现在笑得有多开心，当他福报透支完的那一天，他摔下来的时候就有多惨。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抢走的不是你的财富，他抢走的是你的业障，他替你背了黑锅，而你把福报稳稳地留在了自己身上。我们再来看一个家庭里最让人心酸的例子。假设你是一位女儿，我们叫你阿芳，你是家里最乖巧、最听话的孩子。父母生病卧床整整10年，哥哥弟弟都说工作忙，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庭，没人愿意回来。这10年里，是你阿芳放弃了升迁的机会，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婚姻，每天在医院和家里两头跑，把屎把尿，毫无怨言。可是当父母临终前立下遗嘱的时候，却把名下的房子和所有的存款全都留给了那个10年来只回过2次家，连父母爱吃什么都不知道的哥哥。父母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哥哥是男丁，要传宗接代。阿芳，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碎了？你觉得这10年的青春，这10年的孝顺，简直就是一场笑话。你恨父母偏心，你恨哥哥无情，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真的太残酷了。可是，亲爱的阿芳，如果我们戴上佛法智慧的眼镜，再看一次这件事情，这10年的辛苦照顾，或许是你过去生中欠了父母的一份深重恩情。现在你用这10年的青春和汗水，把这份恩情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地还完了。你不再欠他们任何东西了，你的灵魂从此自由了。而且你这10年来无私的付出，纯粹的孝心，老天爷全看在眼里。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功德啊！这笔功德，宇宙银行一分不少地帮你存了起来。那你哥哥呢？他平白无故得到了房子和财产，他以为自己赚到了，但实际上他没有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却拿了不该拿的福报。
这在宇宙法则里叫做德不配位。他现在拿得多开心，未来他的生命中就一定会出其他的破洞，可能是健康，可能是事业，可能是他自己的孩子不孝，来把这笔不义之财给平衡掉。所以阿芳，你真的吃亏了吗？没有，你把责任尽了，你把债还了，你还赚到了满满的福报。而那个看起来占尽便宜的人，其实正在疯狂地透支自己的未来。各位朋友，说实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听老人家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小时候，我们总觉得这句话只是拿来自我安慰的借口，可是现在你懂了，这不是安慰，这是宇宙间最精准的能量守恒定律。你在这里失去的，宇宙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用另一种形式补偿给你。别人从你这里抢走的，宇宙也一定会在某个时刻让它连本带利地吐出来。当你明白了这个底层逻辑，你还会那么恨那些伤害你的人吗？你还会为了那些失去的钱财、不公平的待遇，整夜的失眠吗？不需要了，真的不需要了。你的委屈其实是在消业障，你的吃亏其实是在存福报。当有人欺负你、占你便宜的时候，你甚至应该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来帮我消业障，谢谢你把福报留给了我。只要你的心不跟着变黑，只要你依然坚守着你的善良与底线，你就永远是这场生命游戏里真正的赢家。不过，你可能会问，难道我明白了因果，就只能两手一摊，只能认命，等着老天爷来算账吗？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这辈子主动去改变我的命运，让我的福报来得快一点，让我的日子过得顺一点？当然有。佛法从来不是悲观的宿命论，佛法是最积极的命运改造学。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为你整理出一套你今天看完影片，今天晚上睡前立刻就能够跟着做的日常修行清单。不需要你花半毛钱，也不需要你去深山里打坐，只要每天3个微小的行动，就能够帮你快速清理业障，启动你专属的好运磁场。各位朋友，我们常听人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佛法，绝对不是只有在寺庙里敲木鱼、念经打坐，它是一套可以真真实实应用在你每天食衣住行当中的命运改造手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遭遇的困难都是在还债，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加速把债还完，并且快速把宇宙银行的福报存满呢？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你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开始做的微修行清单，步骤非常具体简单，也不需要花你半毛钱，只要你愿意坚持做下去，我保证你身上的磁场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好运会开始源源不断地找上你。第一个微修行，睡前3分钟的清空债务观心法。我们现代人白天在外面受了一肚子气，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脑袋里常常还在不停地回放那些不开心的画面。谁今天骂了我？谁今天占了我便宜？越想越生气，最后就是失眠。你知道吗？当你在心里不停地咒骂对方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跟对方产生一种负能量的连结。你越恨他，你们之间的业力就绑得越紧，这个债就越还不清。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当你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请你花3分钟做这件事。闭上眼睛，深呼吸，在脑海里把你今天遇到那个让你生气、委屈的人，想象他站在你面前，然后你在心里对他说这句话：如果你今天对我的伤害是我过去欠你的，那我今天欢喜地还给你，我们两清了。如果不欠你，那你今天从我这里拿走的，全都会变成我未来的福报。我不恨你，我放过你，也放过我自己。这段话就像是一把剪刀，瞬间剪断了你们之间的恶缘。当你在心里说完这段话，
你会发现原本堵在胸口的那口气突然就松开了，因为你不再是一个受害者，你变成了一个主动结清账单的智者。带着这种轻松的心情入睡，你的睡眠品质会变好，你的灵魂也会在夜里得到真正的修复。第二个微修行遇到不公平时的1秒转念口诀。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的委屈，比如说你开车在路上明明好好的排队，突然有个人硬插队，甚至还恶意逼车，对你狂按喇叭。或者你在菜市场买菜，老板故意把不新鲜的菜塞给你。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的本能反应一定是想冲上去跟他吵架，对吧？可是吵架不仅伤身体，还会破坏你一整天的好心情。这时候请你立刻在心里默念这个1秒转念口诀，他拿走了业障，留下了福报。没错，就是这么简单的10个字。当那个人插你的队，占你的便宜，他其实是把他的福报丢给了你，把你的业障给带走了。你为什么要生一个帮你倒垃圾的人的气呢？当你用这个口诀来转念，你瞬间就不会生气了，你甚至会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在心里偷偷觉得他有点可怜。只要你能在怒火冲上来的那1秒钟，用这个口诀踩住刹车，你就等于在宇宙银行里为自己存下了一大笔忍辱的功德。忍辱的功德可是非常非常庞大的。第3个微修行，不花1毛钱的无相微布施。很多人以为做善事累积福报就一定要捐很多钱盖大庙，可是佛陀告诉我们，真正的布施不一定要花钱。这就是我要教你的无相微布施。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身上本来就有的正能量免费分享给别人。比如说和颜悦色，你今天去超商买杯咖啡，结账的时候对着店员露出了个真诚的微笑，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那个店员可能今天刚被老板骂，心情很糟，但因为你的这个微笑，他突然觉得世界还是很温暖的。你这就是在做布施。比如说说好话，看到同事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真心的赞美一句，你今天看起来很有精神哦。或者在别人的脸书影片下面留下一句鼓励和赞美的话，甚至走在路上看到地上有个会绊倒人的小石头，你顺手把它踢到旁边，这也是布施。你看这些事情多简单，完全不用花钱，但你每一次做这些小动作，就是在你的宇宙账户里存零钱。别小看这些零钱，滴水可以穿石。当你每天都在散发这种温暖、善良的微小光芒，你整个人就会变成一个超级强大的正能量磁场。那些倒霉的事情、心怀不轨的小人，自然而然就会被你强大的正向磁场给弹开，而那些好的机会、贵人就会像被磁铁吸引一样，自动来到你的生命中。各位朋友，这3个微修行简单吗？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不需要复杂的仪式，只要你从今天开始把它融入到你的生活里。睡前原谅别人，遇事转念放下，日常给出微笑。只要你愿意试着去做，我相信不出1个月，你一定会感受到生命中那种从内而外的奇迹般的改变。各位朋友，今天的这支影片我们聊了很久，也说得很深。我很感谢你愿意把心静下来，陪我一起走到最后。我知道在看这支影片之前，你的心里可能装满了委屈，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不解与疲惫。你可能无数次的怀疑过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善良到底值不值得。但现在我想请你放下所有的防备，给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请你在心里告诉自己，辛苦了，你真的做得很棒。这个世间或许常常让你觉得不公平，或许那些算计别人的人现在正笑得很开心，或许你付出了真心，
却换来了一身的伤痕。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你的每一次退让，你的每一次包容，甚至是你在夜里默默流下的眼泪，宇宙全都知道。老天爷都在你的账本上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记着。你的善良从来就不是软弱，那是你灵魂深处最了不起的盔甲。那些别人欠你的因果迟早会还给你，而那些你主动给出去的温暖，最终都会化成无尽的好运，回到你自己还有你深爱的家人身上。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为了别人的恶去惩罚自己，不要再为了眼前的吃亏去内耗我们的生命，把心安住在当下，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个今天。只要我们的心里有光，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么黑暗，都不可能夺走我们内心的平静。如果今天的这段故事与分享刚好抚平了你心里某个伤口，或者让你在迷茫中找到了一点点继续往前的力量，那么我很诚挚地邀请你轻轻点击一下订阅，加入我们。这并不是为了什么冷冰冰的数据，而是我希望未来在每一次你觉得疲惫，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这个温暖的频道都能够稳稳地接住你。让我们一起修心，一起在喧嚣的世间找回那份最纯粹的从容与自在。相逢即是有缘。在影片的最后，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份善的能量彻底放大。诚挚地邀请你现在就滑到留言区，留下一句你最想说的善言，或者为你自己，为你牵挂的人写下一句简单的祈福，哪怕只是一句愿大家平安健康，或者是愿所有的善良终将得到回报。当我们几千人、几万个人都在这里写下善念的时候，这个留言区就会瞬间凝聚成一个超级强大的正向磁场。你的这一句祝福不仅会成为照亮别人生命的光，更会成为你今天为自己种下的第一颗福报种子。愿每一位看到这支影片的朋友都能无惧世间的起伏，心中常保慈悲与清明，莫问前程，只管行善，因果自有最美好的安排。我们下支影片再见。